美式喜剧片从不让人失望。这部上映于2015年的《斧头狂魔》绝对是无数网友的心中所好。本片由好莱坞3线影星集体出演，强烈建议在别人女朋友的陪伴下一起观看。故事开始便是高能。一群不知死活的大学生参加夏令营，本以为能有一场爽到爆的旅行，可谁能想到，他们竟稀里糊涂闯进了恶魔的地盘。眼镜男瞧着手里那糊得要命的照片，心里那叫一个郁闷，赶紧跑到路边的便利店打听校车的目的地。当听说他们要去的是屠夫的营地时，二话不说立马买了一大堆弹药准备去救场。可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同学们不仅早就到了营地，校长更是给每个人都分配好了任务，并承诺完成任务后将举行嗨翻全场的毕业派对。就在校车在返回的途中，突然遇到2位美女在路边拦车，那个荷尔蒙爆表的司机哪可能拒绝？然而就在他们努力研究导航时，突然有人猛地一把拉开车门。就在司机纳闷2位美女咋没动静的时候，突然扑哧一声就被屠夫钉在了车顶。而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学生们还沉浸在派对的快感中无法自拔。这时一个长相猥琐的胖子正在贪婪地盯着他们，可生性放荡的劳拉认为这么好的天气不能白白浪费了，于是出了一个让我都赞不绝口的好主意。 I think we should go skinny dipping. I don't think God would like that. Come on. To be unashamed is to be without sin. 可这香艳的一幕全被胖子看了个顶掉。就在他爽得不知天南地北的时候，身后冷不丁传来砍树的声音。胖子扭头一看，一棵大树正朝自己砸了过来。就这样，胖子成了屠夫做肉夹馍的原材料。然而挪动煎饼车时却惊动了2个女孩。与此同时，2个男生为了给无聊的夏令营找点刺激，于是他们来到附近的更衣室。可当他们准备进去的时候，这时他们校长走了过来。 Hey!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Fixing the window? Why aren't you back at the stable? 听到校长这么说，2个男生这才稍稍放下了心。这时校长也来到了窗户边。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2个男生在辅导员的烟里加了点树叶，然后趁着他晕头转向的时候溜了出来。可令导员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屠夫已经来到他的身后，可神志不清的导员居然把他看成了初恋女友，甚至还美滋滋的把头凑了过去。结果一摸感觉完全不对。而在另一边，一对小情侣刚把人生的真谛探讨完，可男友那不给力的表现让女孩特别不满。莎拉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把男友给轰走了。然后她美滋滋的晒起了日光浴，完全不知道屠夫已经把她当成了目标。不出所料，男友刚走没多远，就看见一口大的吓人的煎饼锅，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被屠夫直接从地上提了起来。听到不远处男友凄厉的惨叫声，莎拉的心中充满了警惕，于是立马穿上了衣服，随后在周围开始寻找男友。可就在这时，一个球一样的东西飞了过来，她仔细一看，这居然是刚刚被赶走的男友的脑袋。莎拉瞬间被吓傻了，直到被屠夫当作烤鸡处理时才想起呼救，但此时的呼救已经太迟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做成了肉夹馍。但莎拉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屠夫烦躁不堪，于是将她重重扔到了一棵树上。与此同时，之前的那个眼镜来到警局报案，他拿出多年收集的失踪人员的报道，坚称这些人都被屠夫做成了肉夹馍。原来屠夫是个声名远扬的厨师，他做肉夹馍的香味把附近的猎人都给吸引了过来。为了庆祝这次的偶遇，屠夫想请猎人尝尝他的手艺，可猎人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于是就厚着脸皮拿钱想买肉夹馍的配方，没想到却被屠夫给拒绝了。猎人一下子就急眼了，干脆一把抓住屠夫，将他溺死在自己制作的那汤锅里。从此猎人凭借着一套完美的配方，他的店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可心存怨念的屠夫却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活了过来，他拖着那辆破煎饼车，把那些闯进领地的外人统统给杀了。而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向猎人复仇。这种离谱的故事，警察怎么可能相信？于是直接把眼镜当成疯子给轰了出去。可这眼镜前脚刚走，屠夫后脚就出现在了女警的身后。一通猛烈扫射过后，再厉害的屠夫也被打成了筛子。可女警并没有放下戒备，干脆在尸体上又补了一梭子。本以为这下能彻底放心了，然而就在这时，伤势严重的女警拿起桌上的茶杯朝他扔了过去，却万万没想到，里面的糖浆竟然对屠夫有克制的作用。见屠夫已经倒下，女警赶忙拔出了身上的斧头，抄小道追上了准备离开的眼镜。眼镜一瞅他这狼狈样，就知道屠夫又出来作妖了。女警也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眼镜，既然知道了他的弱点，那还有啥难办的？2人随即朝着营地赶去，只留下光头警探等待支援。这时他却被路中间巨大的肉夹馍所吸引，可这时意外发生了。这边尼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劳拉他们俩，3人紧接着就搞起了一场狂欢派对。可就在尼克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可把劳拉两人吓得魂都飞了，来不及穿衣服，赶紧就朝外跑了出去，只把尼克一个人给撂在那，惨遭杀害。劳拉两人连滚带爬地逃进树林，结果没想到闺蜜踩中了陷阱。这时劳拉为了闺蜜的安全，竟直接把闺蜜丢在了原地。随后闺蜜开始了自救，可这时屠夫已经来到了她的面前，二话不说就把一个水龙头插进她的脑袋，给肉夹模糊了一层大酱。然而劳拉几人不知道的是，抛弃同伴独自逃生的人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等着她的便是特大号的煎饼。就在其他同学准备狂欢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却再次发生了。校长拿起的煎饼竟是胖子的脸皮。突然，屠夫一脚踹开了餐厅的大门。Jesus fucking Christ!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吓得四散而逃，恨不得立马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可唯独长得最清秀的猛男愣在原地。这时校长撬开了后门，立马转身躲了进去，任凭屠夫在外面展开屠杀，哪怕女老师把门都快敲破了，他都充耳不闻。就在大家忍无可忍打算冲出去的时候，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全校最猛的男人拿刀冲了上去，没想到却被老师那2个铅球给直接弹飞。这时厨师带着众人朝另一个出口跑去，可还没等把肛门打开，屠夫就已经追了上来。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卷毛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打算牺牲自己为别人争取逃跑的时间。随后卷毛被粗暴地拖了进去。就在米娅他们逃跑的时候，半路上却看到一个坐在长椅上的同学。Stacy, we gotta go, bro. Come on. 见同学没有任何反应，厨师上手拉了他一下，结果发现这女孩早就被切成了2半。可这时屠夫再次追了上来，所以他只能躲进附近的马厩里，然后各自找了一件趁手的家伙准备拼死一搏。没想到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眼镜男，声称已经发现了屠夫的致命弱点。What is it? You see before you. Sorry. You see, this before you is the sword that will slay the beast. 听到这话的2人一脸懵逼，可校长却有点不乐意了。What are you doing making all this goddamn noise? I'm trying to hide over there like a goddamn Maccabee, and all I hear is you guys holding your dicks with all this tomfoolery and nonsense being sprouted out. He's gonna find us here, and you're gonna die. I'm not gonna die. You're gonna die. He's gonna tear you in a bunch of fucking pieces, but not me. 然而校长的离开并没有让他活太久，他的下半身竟然自己跑掉了。看到这样奇葩的结局，艾米等人也是一脸的无奈，可他们就只有那么一小袋糖浆，根本就不够把对方给干掉，因此不得不前往厨房寻找更多的糖浆。结果没想到他们竟闯入了杀人狂魔的老巢，而他已经将肉夹馍吃得一干二净。就在这时，屠夫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可要命的是电锯突然罢工不好使了。这下好了，厨师也被当场干废了。就在艾丽感觉要凉凉的时候，留守的警探突然赶了过来。此时眼睛带着猎枪走了进来。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屠夫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又活过来了，眼睛还想再扑腾几下，结果被屠夫一拳给干翻在地。艾米捡起枪准备再放一枪，却发现子弹全被眼镜这二货给打光了。随后他被屠夫一把提起，重重甩进了厨房。可这时意外发生了，他竟然发现了好大一桶糖浆，然后拖得一丝不挂，把全身涂满了糖浆，接着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I'm the great-great-granddaughter of J.T. Jepson. My family made a fortune off your pancake recipe, all because of your total lack of business sense. You ignorant, backwoods. 屠夫不管不顾地朝着艾米扑过去，两人死死抱在一块儿，身上的糖浆让屠夫瞬间化作一滩水，最后变成了一颗炸弹，彻底的死无全尸。